他朝着公主摸去，却被一把打掉。那瞪大的双眼是对女人的渴求。见他如此这般，公主也没有阻拦，喝下一大口参汤，然后就喂给了男人。尝到了女人的滋味，高渐离便不再求死。他大口吃肉，很快就补了回来。喝下鹿血酒，他瞬间就变得燥热难耐。看着端庄大方的丽阳公主，他满眼的欲望，粗糙大手撇开了骨气。高渐离身为奴隶，面受情烙之罪，再苟且偷生，实难做人。渐离今生最后一宿，既得公主之身，又得赐死之罪。高渐离一拥而上，丽阳公主也没有拒绝。在秦国攻破楚国都城之时，二人抱在了一起。你把我的腿弄断了，也把我的脚弄断了。白脖上的点点猩红，全都是他必死的罪证。可尝过公主的味道，他已经有了痴迷。但文人的风骨告诉他，他必须要赴死。我死之前，要把这封杀金送给你的聘夫王贲。你有胆量，就把它送给父王。高渐离转身赴死，可丽阳却站了起来。站起来！丽阳，你站起来！丽阳跌跌撞撞地走出王宫，惊得众人目瞪口呆。可就在秦王冲上来检查时，高渐离却举起了那方纱巾，薅着高渐离的脖领子。秦王满眼的愤怒：今天你居然把手拉在我的头上！秦王亲自舔土，发泄着满腔愤怒，辱他最爱的公主，辱他秦国的大将。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竟然中了高渐离的奸计。跑出来！我会上你的当。把高渐离送到奴隶营，秦王也在想着法子救他。丽阳已经爱上了高渐离，便不顾未婚夫王贲，不顾秦王的旨意，跑到奴隶营中与高渐离厮混。我父子二人在楚国浴血奋战，为何受此奇耻大辱？众人要求惩治高渐离，可秦王还没有得到秦颂。秦王目光一转，便开始强词夺理。我告诉你，若是有原控，也应该是高渐离，是嬴岳阳强奸了他。见秦王如此不公，众人纷纷罢官，秦王便站了起来，可说出嘴的依旧是满口胡诌。嬴岳阳把高渐离当药引子用了一回，竟然使个摊子变成了常人，得了好处的恰恰是你，王贲。虽说他救下了高渐离，可也只是暂时的。一首涉及谋反的歌谣，更是让李斯进言要将高渐离除之而后快。你又错，我倒是从中能听出些人味来。一次祭奠，就将高渐离从营房中捞了出来。极美的音律在高渐离手中弹出，一众官员听得如痴如醉，再也没了要杀他的心思。只是溧阳此时又再添了爱慕之心，因为溧阳与高渐离的丑事，大将王翦称病不吵。秦王已经愤怒，可二人依旧你侬我侬。他言语警告，可二人却不为所动。秦颂是一种颂，你能奏出岳阳颂，就一定能使千万人唱出秦颂。溧阳要高渐离妥协，写出秦颂，出任大乐府令，而作为交换的，则是将自己许配给高渐离。秦王见高渐离水米不进，便直接给溧阳下了禁足令。王翦被人架上了朝堂，是攻占齐国前的最后一次朝会。文武百官响应王翦，对高渐离出任大乐府令做出抗议。大乐府令名列高位，掌管国家宗庙大典，历来都是王族长辈出任，让一个脸上秦国字的囚徒去当，实在不体面。秦国历来以战功封之，他算什么？一个会咬人的疯子，只会些五音护耳、五色乱目的伎俩，成何体统？有谁赞同二位的说法？